不管多少，它永远就会粘在上面。好，这是永远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系教师阿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长料。好，这个是我的原始草图。好，卡托7你可以转方向，上基准面再画一次，你才有办法去用参考图源。好，比如说复制这个圆形出来，长料。这个长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选项，可以让你去做参考。好，我举例来说，它里面呢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叫做起始的形态，一个叫做终止的形态，拔模、剥壳，两个方向。首先呢是起始的形态，什么是起始形态呢？它里面有4个选项，通常我们最常用到的呢就是草图平面的。草图平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在画这个圆形的草图的时候，是在上基准面绘制的，所以它起始的点在哪里？在上基准面。那就说，老师，我好像有做其他的基准面，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参考其他的面？比如说上面你可设定了一个新的基准面比较高，那你可以选择第2个选项，或者是从某个顶点开始。好，又或是我们懒得制作新平面，直接用平移，可不可以？选择平移，你可以呢去增加数字，它会往上抬高。就是很像那个跑车的底盘，有没有？越低越好，越贴地越好。比如说5比0，没有啦，开玩笑的。那它也可以抬高，这样就很像去越野，有没有？你可以把你的车底的给抬高，就不会受到地形不平整影响到你的车子没有办法越野。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好，所以说呢，这个平移你可以借由不新增平面的方式来去把你起始的位置去做改变。如果你想要做那种不对称的效果，好，你就选择草图平面之后往上，比如说起始往下，方向2打开，你就可以给它不对称的效果。那就说，老师，我现在呢想要做对称的，其实在方向1的选项里面有一个叫做2侧对称，那你就可以做出对称效果了。输入70，它总 total 就是70，所以往下35，往上35，它会自动帮你算好。赶快订阅阿如的频道，跟着阿如一起迈向雷系建模大师的目标吧。那接下来的话呢，假设我要从这个面上去往上涨，我不增加新的基准面的话，要怎么做？你可以选择上基准面画草图，参考图源，把选择链条的勾勾勾上，接着来选择这个矩形。好，你没勾会发生什么事？一个一个慢慢点比较累。那你选择链条，点一次，它就会帮你圈起来，打勾，长料。因为我现在是希望可以做从上面往下长料。所以你的平移呢，就会去往上去做挪动。假设我要挪多少？我想要挪100，然后呢往下涨，可以箭头可以切换方向，往下涨到哪里去？不用给定深度，你可以给它成型至某一面，哪一个面？这个面。你要不要输入尺寸？不用。那未来呢，你就会变成说，你的长料不管多少，它永远会粘在它身上因为我没有输入尺寸我只告诉他我永远都要长到这个粉红色的平面上面，永远。所以不管你的深长填料改多少，它永远就会粘在上面。这是永远的事情。OK， 好，那如果说我想要改平面呢，我想要从100改成80可不可以？它还是粘在这上面感谢各位的收看，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阿如的频道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